每天都忙得不像人样，压力大，熬操环三等青菜奖。哎，注意哦，胃等哪卖哦，不只是身体差，整个人都叫操劳哟。胡乃文开讲了，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你是不是因为每天早晚赶着上班，早餐经常的不吃东西，就只一杯咖啡就解决了？其实不只是办公族、上班族，餐饮服务人员了、销售人员、业务人员了，还有司机朋友吗？经常不能固定时间吃饭，或因为赶时间而囫囵吞枣，都会造成肠胃极大的负担，胃食道逆流的情况就容易发生。那么我今天就告诉你最简单的自我解决的办法。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肠胃方面的毛病，身体很不舒服，可以同时按压2个穴道。这2个穴道呢非常简单，这2个穴呢，一个叫内关，一个叫公孙。内关、公孙呢，它们是奇经八脉的一组穴位，它们是可以调节胃、心、胸所有的毛病。那它怎么样去按呢？可以这样子，一只手按在内关，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呢就按在公孙上面，就这样子是2只手都在工作，都在按摩穴位，这非常的好哦。公孙穴的位置在脚大拇指的本节或者叫基节的后头1寸的地方，在内踝前面的一个凹陷里头，这就叫做公孙穴。那么内关穴它在哪个地方呢？它是在手腕横纹，然后呢往上大概3个指头，也就是2寸的在这个2筋的中间，这个穴道很容易压到，但是要记住，不要按得太过于大力，以及压得过度的久，因为压得过度用力和久的话呢，有催吐的作用。同时来按压2个穴道，就是公孙跟内关，同时压按的话，是效果更好。所以呢，这2个治疗的就类似于我们所谓的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胃酸过多逆流的这种状况。放轻松腹部吐纳的一个呼吸的方法，可以这样子，心情放轻松，深深的呼吸，吸气10秒，然后慢慢的把气吸饱了，然后呢慢慢吐气，吐20秒，你知道吗？呼吸，呼为重，吸为轻啊，所以呼呢，吐气慢慢吐到20秒，然后再吸气，吸10秒，这样子可以使情绪很快的稳定。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也谈到过，有一种方法可以控制让你的吐气慢，怎么做呢？可以用嘶这个音，你嘶就这样一直吐到20秒以后，再深吸气，吸到都可以到肚子地方，这样子的呼吸的方法可以缓解胸闷的状况，而且吸气的时间，那么这个横膈呢，可以协助到这个贲门的这个地方的加紧，因此呢，逆流就是胃食道逆流的情况就可以很快舒缓掉了。胀气有一种情况大肚皮定定，肚子常闷胀胀，没有胃口，整天懒的不想动，甚至于痛得睡不着，家里的孩子经常久坐念书，考试压力大，容易这样。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工作压力大，他3餐不定时，不是饿过头就是应酬吃太饱，吃饭狼吞虎咽的，都容易害得你肚子闷胀很难受。胀气的情况呢，大多数都跟脾胃中焦的气机不畅有关系。脾它是主升清的，胃呢是主降的一升一降可以使体内气机运行的顺畅。假如说是脾胃虚弱，脾的清阳不能够往上升，胃的浊阴不能够往下降，这就会导致气机阻塞，这个就叫做脾，就会产生胀气。教你一套方法，就是拍打足三里穴，能够顺胃气。足三里穴它的位置是在外膝眼往下3寸的地方，或者讲说4指宽的地方。那这个穴呢，你要去按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容易按到，所以呢，用敲打的方法是最简单的。因为你敲打，不管怎么样，总有1、2次敲到，这就很好了，就得到了足三里的刺激的作用。足三里呢，它是胃经的合穴，能够治脾胃问题一般简单的肠胃疾病都可以透过按压或者是敲打足三里而能够迅速的缓解。简易的消胀气的方法，老人家肚子胀胀的，吃不下饭，可以帮助他在肚脐4周来按摩一下。肚脐4周有几个穴，在肚脐两旁2寸的地方有个穴叫做天枢穴，在两边2个。
然后呢，上面大概3寸的地方有一个穴叫做中脘穴，下面3寸的地方有一个穴叫做关元穴。你可以顺着从中脘、天枢，然后到关元，再到天枢，再回到中脘，就这样子顺时针这样子揉一揉，哎，老人家肚子不胀了，我跟你讲，胃就舒服多了，很有效哦。我们的小编他说啊，他回去看他的阿嬷啊，喜欢吃那个藕龟胶啊，藕龟胶就是芋头做的一种零食吧，他喜欢吃那个东西很不好消化哦，吃完了以后胃就胀，那结果呢，他就教给他这么一招，竟然的高兴的不得了，哎，哇，一三起来了哦，就这样的。吴启宽郎哈。一看到有确诊案例了，死亡人数了，打疫苗出现哪些副作用了，整个心情都纠结、焦虑成鬼球啊，成一团了，出现肚子绞痛啊，狂上厕所呀，拉肚子啊，拉了3、4回了。中医有个叫做痛泻药方的这个处方啊，其实对这种肠胃绞痛、拉肚子是很有效的，这一定找医生给开处方，告诉你一个不用找医生的方法，最棒的又是食物，叫做锅巴。当我煮饭的时候，最底下可以看到的那一层焦的那种东西，古人不叫锅巴，古人把它叫做饭锅胶质。各位，我想很多人有吃过韩式料理，对不对？韩式料理有一个叫做石锅拌饭的，那锅底就有那种东西，那个就叫做锅巴。古人叫它叫做饭锅胶质，它的性味是苦、甘、平的，算作一种中药啊，能够补脾气啊，可以补气、运化脾，并且呢，可以帮助消化、止泄泻。假如你家里面的小孩长辈他有拉肚子啊，可以拿那个锅巴来加一点点热水，像韩国人的那个石锅拌饭里头啊，这样子浇一点热水，这样子弄一弄来喝，它能够温暖肚肠，而且还可以改善拉肚子的情况。古书里头有这样子提到，就用冷稀粥止泻的方法。那我还记得我自己啊，以前也有过啊，突然的狂泻肚子，那结果就用冷水把泻给止住了。我有朋友啊，他带着小孩子啊，带着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一下子狂拉肚子，那怎么办呢？打电话来求救，就说弄一点冷稀粥给他吃。结果真的用了冷稀粥吃了，立刻止住。早餐来煮一碗山药糯米粥，温温的，可以补中益气、健脾止泻，吃起来甜而不腻，香香的，清润又营养。经常拉肚子的人可以添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里面的糯米呢是不大好消化的。当你拉肚子的情况一旦改善了，就不要再吃了。可以用糯米30公克，山药9公克，白糖适量。当然你不要加糖也可以啊。如果是有胃病的人啊，糖尿病的人或高血压的人，建议你喝米汤就行了，不要吃那个米粒儿就行啊。这不但可以治这个病，而且还能够改善糖尿病、高血压，非常有趣哦。胃12指肠溃疡、胃出血、排黑便。我分享一个病例啊，有一次啊，我在看诊当中，来了电话，有一个病人，他在很远的地方，在一个医院附近打了一个电话来，他说啊，我的这个妈妈啊，现在生这样子的病情，在医院里头住着，然后呢，在医院里头，他要照内视镜看胃肠的状况，结果呢，这内视镜进去以后，看的全部是黑的，根本什么也看不到，这怎么办？我说这怎么办呢？其实我就想到，我曾经在书里头读到过这样一个方法，就是因为他这个内视镜放进去什么也看不到，表示说他的胃里面全都是血了，也就是胃出血的非常严重。我就想到读到的书里头有提到过，他说生大黄，生大黄就是大黄生的，就是没有经过酒的这种大黄。拿1钱来把它研成粉，我说你去这样做，你在医院附近，假如说有中药房，你就去跟他讲要这个生大黄1钱，把它研成粉，然后呢吃下去，吃完了以后，因为生大黄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去淤血，淤血一旦去了，立刻它就给你止伤口，而且生大黄是大苦大寒，所以呢就止血了。于是呢，这个人呢就马上就到药房里头去买了这个生大黄，这个妈妈吃下去了以后，第2天竟然都出院了。跑来给我看诊，他说：“我可以出院，都是你救了我。”没错，这古书里头有这样的写法，现代的书里头也有这样的写法。那么我再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大便里头有血啊，你可以看到的，有的时候是红色的血，有的时候看到的是大
大便整个是黑的，像柏油一样那样子黑的。我告诉你，在古书里头就分成2种血，一种叫远血，一种叫近血。所以远血呢，就是离大肠大便的这个地方离得远的那个血呢，大便就看到是黑的，而且黑黑亮亮。所谓亮的是会有反光的意思，黑黑亮亮，那像柏油一样的那种血，那叫做远血，也就是胃啊或小肠出血。另外呢，就是在大便上面看到是红色的血呢，那就叫做近血。近血呢，就是大肠或者是这个直肠这个附近出血了，所以呢，这叫近血。你看，古人都有这种观察。情绪平和最为重要，别把得失看得太重，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的保护肠胃，好不好？那其实啊，焦虑和压力都会直接影响到肠胃道的正常机能。胃痛不要一味的止痛，应该是真正的把情绪弄好啊，不紧张啊，放轻松啊，躺平。最近流行一个名词叫躺平，那你真正的你躺平休息休息，反而是更好的。什么事都不要管啊，放掉算了。该发生的事情啊，告诉你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件事情会发生，你紧张也会发生，不紧张也会发生。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话呢，你紧张也不会发生，不紧张也不会发生。所以你干嘛每天都处在那种很紧张的状况？讲一个穴呢，叫做三里穴。三里什么意思啊？这个里的意思就代表一个广大的范围啦，或者代表长度啦，或者代表广度啊，就叫做里啊。可是现在这个里字呢，由于简体字，结果把这个里字啊也代表里面的里，这个字就不太一样了啊。三里就是指这个穴它的管制的范围是非常的大，而且这个三里呢也是一个很大的穴，它在胃经上头，在胃经的这个角啊，这个角上面，我们身体啊分为12个经，其中有一个经络叫做胃经，那又叫做足阳明胃经。足阳明胃经呢是从头上啊，从承泣还有这个头围这里一直下来，然后呢到脚上，一共有45个穴，其中第36个穴就叫做三里穴，它管的范围很大啊，很多的病都可以用到足三里，而且足三里呢，它可以温胃，它可以增强免疫能力。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喜欢我的节目吗？如果喜欢，请按订阅并且加小铃铛。另外，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谢谢大家，拜拜。